Yo, what's up？ 我是 Eas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到了咱们一周球鞋开箱时间。今天在小周板上，我们要开7双鞋。好，那今天呢，依然请大家竞猜一下，今天要开的所有球鞋，我最喜欢的会是哪一双？在本视频的最后呢，也会揭晓答案。那今天这视频呢，应该很爽啊，因为所有的球鞋呢，在我的频道都还没有开箱过。那些频道新观众呢，还是会问啊，为什么我的频道呢，偶尔会在多期视频开箱同一双球鞋？那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就是在发售当天呢，我可能尝试去用多个账号入签，然后呢，不小心中了多双，但是呢，虽然中了很多双，但不会在同一天邮寄到，所以呢，就会发生连续2周开箱同一双球鞋的原因。就比如说呢，今天要开箱的第一双球鞋就是 Drake 的 Air Force One。那这双鞋呢，我也是怕自己抢不到呢，基本上 all in 了我自己，包括我老婆的尺码。那比较幸运的是呢 ，Sneakers 上一共入了5000，我自己的尺码入了3000，我老婆的尺码呢入了2000啊，那一共中了3双。那同时呢，也都在同一天呢到货，所以呢，咱们就可以一起开了。好，首先呢，老规矩还是从鞋盒看起，整个鞋盒呢也是采用了一个类似于白卡蓝颜色的设计啊，深得我心。同时呢，正面呢有一个烫金色，写着 Love You Forever， 翻译过来呢就是永远爱你的意思啊。那这几个字呢也是正正的印在了 Nike Air Force One 的这个 logo 上面。那最近呢也是正值 Air Force One 的40周年，这一个永远爱你呢，我觉得也可以有2种寓意啊。那第一种寓意呢，就是你把这双鞋呢送给你的爱人或者女朋友啊、男朋友，那有一个永远爱你的寓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鞋头真的永远爱 Air Force One。好，鞋盒背面的这个部位啊，有一个英文写着 In Association with Nocta，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跟 Nocta 合作的球鞋。那其实这双球鞋呢，本身是 Drake 跟 Nike 的联名，但是每一次联名呢，都会采用 Nocta 这个品牌。好，这个呢就是球鞋本尊啊。首先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皮质非常柔软，哇，它还带了这个配件，哇，这个好帅。好，简单看一下鞋趾呢，上面其实就是一个纯白底色啊，印着这个 Nike 跟 Nocta 的 logo。啊，那其实球鞋本身呢就是一个纯白 Air Force One 的底色，那这次的配色命名呢也是采用了 Triple White。那咱们直接上细节啊，虽然乍一眼一看呢就是一个纯白 Air Force One， 没什么特别的，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设计。首先呢，第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在脚后跟的这个部位呢也写着 Love You Forever。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鞋头部分的这个 toe box 上面的透气孔呢也是做了一个一大一小这么相间的格式。那整个鞋面呢也是通体的离子皮啊，大家可以看这个纹路，确实呢上手这个回弹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很明显。哇，鞋垫粘的好紧。好，那我大概试了2双呢，鞋垫确实抠不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呢，里边采用了这个北卡蓝的配色，跟鞋盒很相似。同时呢，里边有一个 Drake 的 logo。好，配件方面呢，除了本身的 Air Force One 正常的扁鞋带，它还带了一条这个带金属扣的鞋带啊。这个金属扣看起来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挺好奇换上这个的感觉。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带了很多这个鞋带扣，这个上面呢也是印满了数字跟字母。我猜啊，这个寓意呢是想说让你用这些鞋带扣呢拼出你爱人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然后呢把这双鞋作为礼物送给他，然后再配合上这个 Love You Forever 的字样啊，那这个寓意就非常好了。好，最后要说的细节呢，就是脚后跟呢除了一个 Nike 的 Air logo 以外呢，还有一个这个 Drake 的 logo。好，那幸好这双鞋呢抢到了我们2个的尺寸啊，我也是希望呢能够拼一个名字啊，然后呢可以利用这双鞋的寓意啊，可以给老婆表示送秋波，对不对？好，那关于 Nocta 这个品牌呢，经过 Drake 自己的解析啊，其实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向艺术家的夜间创作灵感致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确实好多艺术家呢在晚上的时候创作灵感爆发，才诞生出了这么多的艺术品。我相信呢这双鞋没准也是他晚上设计的。好，下一双鞋呢，看鞋盒正面是一个全透明的感觉，这个比较少见了，对吧？然后有一个 SoFly 的 logo。哇，这个颜色哇太好看了。好，那这双鞋呢就是我面前的 SoFly AJ13的联名啊。那 SoFly 这个品牌呢，其实是乔丹的小舅子啊 Carlos 创建的品牌。上一次联名呢，可能要追溯到1年前左右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这次的联名呢，采用了这个 AJ13代，同时呢，采用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北卡蓝配色，这个真的是很难不爱。另外呢，其他的部位也采用了灰色呀，或者是奶油色呀，这种大部分人呢都会接受的一个配色，所以整体给人的感觉是属于好看这一个系列的。同样，咱们上一下细节啊，首先整个这个北卡蓝的部位呢，都是一个麂皮材质，哇，这个摸起来质感真的非常好。黄颜色的部分呢，则是一个网格状的纤维面料啊，并不是皮质的。那摸在手上的感觉呢，应该透气性会比较好。这次的鞋呢，我觉得做工最赞的就是它的内衬了，哇，这个内衬摸起来你真的不知道有多柔软，这个穿起来应该是特别舒服。那同样的灰颜色的部位呢，也采用了一个麂皮，在脚踝的部位呢，也有一个 AJ13这个猫眼设计，里面呢一个翡翠的23。同样呢，2层鞋底啊，中底是一个北卡蓝的颜色，外
外底呢则是一个奶油配色，在前后脚掌呢分别有一个这个棕色的防滑垫，中间部位呢有一个蓝颜色的战斑 logo。那里边这个碳板呢已经不知道是不是碳板了，但是也是刷了一个漆，应该是这种比较浅的巧克力配色吧。虽然 SoFly 呢是乔丹小舅子的品牌，但实际上呢合作并没有特别的密切，也不是说一年就能推出4、5双这种联名的球鞋。我感觉啊，在以这种关系的情况下呢，能够维持比如说1年出1双左右的联名，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至少不会给人一种感觉滥用这层关系。好，那我呢其实又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这一次的鞋舌上边呢，右脚的这一只呢是一个战斑的 logo， 那左脚的这一只呢则采用了一个 SoFly 的 logo， 所以左右脚呢也是搭了一个鸳鸯的感觉。看一下有没有配件啊。好吧，它并没有带什么额外的鞋带。那这双鞋的发售价呢，应该是在200美金。以这个质感来说啊，我觉得可能比一些 AJ 4代呢，它同样是在200美金要值一些。当然了，这只是考虑原价，不考虑在售价值的情况下。不用多说，这双鞋呢，由于这个配色，我肯定是要留下自穿的，也会给大家出一期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我说句实话，这双呢应该是我的第1双 AJ 13，能直接来了一个北卡蓝的配色，我是非常开心。好，下一双呢是一个 Dunk 的盒啊，但不是 Dunk， 是一双 Air Max 97。好，就是我面前的 Air Max 97 Particle Grey 啊。那这双鞋呢本身是一个女鞋，所以呢上面的做工材质啊，包括用料呢，也都会比男鞋要相对好一些。我之所以买它呢，是我觉得很像之前发售的这个 Kamidi Garçon 黑颜色的那个版本。大家等一下啊。好，就是这一双啊。那与它同时发售的呢，还有一个黑颜色的版本。好，那这双 Kamidi Garçon 呢，其实它的原价大概在300美金左右，非常的贵啊。但是上面的质感呢，我真的是目前摸过质感最好的球鞋之一了。那这个皮质呢，应该是在麂皮外面加了一层保护膜。那有这个保护膜以后，整个球鞋显得更有光泽。好，那旁边的这一双呢，就是一个原价了。其实这个质感也是不错的。首先，整个鞋面呢都是一个麂皮的材质，因为在足弓的这个部位呢，其实有一块透明的塑料的，里面呢有一个 Nike 的 logo。同样的，外底是一个水晶底，整个脚掌的气垫呢都上了一个白颜色的漆，这个我猜经过长时间的穿着啊，应该会爆漆。另外一点我感觉比较好的呢，就是这个鞋带用了一个很细的圆鞋带，同时上面呢加了一个金属的这个鞋带扣，便于收紧。这个鞋带扣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那对于我来说呢，你硬要比这2双鞋的质感，肯定是这个 Kamidi Garçon 啊更加好一些。那毕竟呢，1分钱1分货，我呢也会尝试去在平台上看能不能搂爆一双这个的黑颜色。如果买不到呢，用这双球鞋做来平替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下双鞋呢是一双 AJ，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就是最近发售过的这个 AJ 11代的樱桃配色。哇，这个颜色真的亮啊！好，那这双鞋呢，其实是原价在 Foot Locker 中签，我大概一共中了2双，但是有1双呢，当天就处理掉了。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是呢，就是从 Foot Locker 取鞋一定要自己检查清楚。你看这一次呢，店员就直接给了我1双坏盒，就是他从后台拿货的时候呢，我自己并没有检查清楚啊，他就直接把它塞到袋子里了。它这个本身是我自己的尺寸啊，所以倒还好，我倒不是很介意说这个鞋盒有坏掉。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颜色颜值分1到5分，你会打几分？我说句实在话啊，上一次的比如说这个 AJ 1代的近穿配色，不是出了一个漆皮版本吗？那个漆皮版本的芝加哥红呢，我觉得相对的暗一些。你这么一对比，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樱桃配色跟这个普通皮质的芝加哥红也算比较相似，对不对？好吧，前一秒说相似，后一秒再看还是觉得有一定的色差。好，那这次的细节呢也比较常规啊，就是所有的下边外轮廓呢都是一个漆皮的质感啊，上面呢则是一个编织面料，透明的水晶底呢加上足弓的一块碳板。好 ，AJ 11代呢应该是1年只发一次呢可能将近100万的货量。我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述过 AJ 11代的一些历史，那基本上呢在美国，比如说一些普通的家庭，他们很早呢就看乔丹打球。那在每年的感恩节啊或者圣诞节期间去买一双 AJ 11代，已经成为了这种传统。所以基本上好多人呢过了这个元旦就开始等下一年的 AJ 11代。那从上一次的 AJ 11代酷 Grey 啊，就是酷灰配色发售以后呢，大家在等的就是这一双了。一般情况下呢 ，AJ 11代的发售每年都会发一个不一样的色系，比如说之前发 AJ 11代大魔王就是一个黑颜色的，然后发酷灰就是灰色系。那这一次呢就给你发了一个红色系。我相信呢下一次应该是另外的颜色，有没有可能是北卡蓝呢？那其实很多人呢早就已经看过一些谣传的信息，明年应该是 AJ 11代的传奇蓝。我自己本身呢也是非常期待，那双传奇蓝的低帮呢我也有，真的希望呢能够再去抢一双高帮。好，关于这个 Cherry 配色呢，之后有可能会给大家出一期详细的户外上脚穿搭评测。我是感觉这个颜色呢非常适合一家3口啊，就是做亲子穿搭，很有这种节假日的氛围。好，今天要开箱的最后一双呢是一个 New Balance， 又是一双非常有质感的球鞋啊，鞋盒呢就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鞋子本身
就很漂亮了。好，就是我面前的这个 Kiss New Balance 2002R。我之前呢，可能从 New Balance 的小白一双 New Balance 都没有，到现在呢，光 2002R 这个系列可能已经有10双左右了。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柜子上面也是有4双这个 Protection Pack Refined Future 系列。那除了 New Balance 正统的这个 2002R 以外呢，我也收了好多 2002R 的联名。找机会真的应该给大家出期详细的视频，介绍一下这个鞋型，同时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些 2002R 的鞋们。那咱们先来简单看一下细节。首先这个鞋面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绿颜色。我感觉 New Balance 最火的就是灰色跟绿色了。那除了绿颜色以外呢，鞋的中底啊，包括鞋带都是一个奶油黄的设计。那这次也是采用了那种扁的编织鞋带啊，非常有质感。好，鞋面的质感就不用多说了，你看这个变色效果。我不知道镜头明不明显啊，肉眼看是非常明显的。好，那鞋带下边的 New Balance logo 呢是一个3M 反光的材质，侧面的 New Balance 呢是一个刺绣的质感，鞋舌上面的 logo 呢则是一个编织的感觉啊，也是有一点点反光的效果。脚后跟部位的 New Balance logo 呢跟鞋舌正面的质感一样。好，鞋底呢用手捏起来依然 Q 弹，所以这双鞋呢穿起来应该是比较舒服。那其实呢我有收到过评论啊，说2002的鞋型呢其实穿起来没有那么神，也没有那么舒服，对吧？他们主要的这个论据呢是说前脚掌那个鞋底过薄，我自己确实有发现这一点。但其实那个鞋型呢本身是一个慢跑鞋型，在慢跑鞋型里呢，由于你的脚呢经常是这个样子，所以好多这种鞋型呢前面都是上翘的，同时鞋底比较薄，这样稳定性呢可以相对的好一些。与此带来的弊端呢，就是前面的缓震啊，或者是这种舒适性呢就会有所折扣。以我自己平时穿着的经验来看啊，其实我走起路来呢，大部分情况下是脚跟先着地的，所以后边厚呢反而对我来讲比较有帮助。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啊，千人千脚，真的很难在舒适性上找一个普遍规律。如果你再把这个宽脚面啊、窄脚面考虑进去，那就真的说的天花乱坠了。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呢去实体店里啊，拿一双这个实际的鞋型去尝试一下，找一双比较适合自己平时穿着的鞋型是最靠谱的。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今天这个竞猜呢可能难度有点低啊，因为有一双这个 AJ 的北卡蓝，所以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我面前的这双 SoFly 的 AJ 13代。你是否有猜对呢？好，屏幕前的各位呢，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不要忘了给 EZ 来个素质3连，点赞、转发、加留言。Take it easy, peace。我们下期见。